扒肉上面它是色泽均匀，烂而不迷，汤又浓，味道又厚重，整块扒肉吃到嘴里之后呢，咸香可口。其实这才是一块好的扒肉的标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我现在站的这底下呢，就是松花江，它那个水在流呢，通过这个缝就能看见。现在天还不冷，松花江还没有结冰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掉下去的话啊，情景也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全村人去我家吃饭，咱们今天的视频性质就变了。东北的冬天马上就来了，就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到这来旅游来了。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北的美食。很多南方没有来过东北的朋友，一想到东北的美食就什么小鸡炖粉条、铁锅炖大鹅，不止这些啊，还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东西，比如说扒肉。咱们今天就去吃扒肉。一说吃扒肉啊，肯定想到就是老道外。说到道里道外，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他就迷糊了。小胖啊，你们这个道里道外是怎么分的？道里道外其实是根据中东铁路划分的啊。中东铁路以东，也就是我的左手面就是道外，然后中东铁路以西，右手面就是道里。道里有索菲亚教堂，有中央大街什么的。道外呢就是中华巴洛克，还有那些美食聚集的地方。咱们说到中东铁路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沙皇俄国为了掠取中国东北的资源，修建了一条铁路。这个已经不通火车了啊，现在修成了一个网红桥。抖音上什么跟他跳舞的那个，那个就是在这上面拍的。他们到江北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去啊。我头一回来这个地方呢，今天赶的真是不巧啊！我以为东北的冬天就要下雪了呢，它竟然下雨了。你看给我淋的。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元旦或者元旦之后来。那个冰灯啊、滨海大世界他们都开了，然后雪乡什么都开了，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吧，也吃吃东北的美食。咱们今天吃扒肉的地方呢，就在道外。我现在已经到道外了啊！这条街叫靖宇街，是一条正儿八经的百年老街。它是1881年的时候建成的，刚建成的时候是一条土路，叫太古街。抗日战争之后呢，才改名了叫靖宇街。这条街从西到东，把道外分成了道南和道北。哈尔滨的大多数美食也都藏在靖宇街的两边。如果你把靖宇街这两边的美食吃遍了，哈尔滨的美食你也就吃的8、9不离10了啊！这个就是南大6道街，然后也是扒肉一条街。这边有著名的张飞扒肉，还有前面的李家扒肉。那张飞家还整了一个电视在这外面放他这个扒肉的制作过程啊！你看选的猪肉，然后怎么做的，他这个还挺好啊，走过的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了。咱们要吃的扒肉呢是叫武冈扒肉，然后从这条街上2000年搬走之后搬到丰润街上的。还有我们走了半天还下了小雨儿，到了啊！武冈扒肉道外老字号，从这上去，小店儿。你好，自己来块肉呗？不，俩人啊。你们来肘子凉菜，来啥？啊，一个肘子，2块扒肉，然后一个凉菜，然后猪蹄儿来一个吧。还有我们要的菜都来了啊，4个肘子，一个素菜黄瓜，然后2块扒肉，一个猪蹄儿。他们家一共就是4个菜。啊，一共5个菜，还有一个酱骨架，我们要酱骨架啊。来尝尝，一大早来吃肉，这是东北人风格。我以为就我们俩呢，一进来就好多桌。他家营业时间是9点到7点，我以为得到11点来钟才能上人呢。现在刚9点多就上那么多人了。是老店，店不大，就一共就7张桌，但是很干净。可是素菜也是拿肉汤铺的。但人这是肉汤浇的吗？咱家是特色是老汤的浇的凉菜啊，我一吃这肉汤味儿，里面有干豆腐，你拌下了啊。先吃肉后吃汤。行，它清口的。好，先吃肉，那我先尝尝你家扒肉吧。肉是20块钱一块，这扒肉真的好厚。你看扒肉选的就是上好的五花肉，5花3层，肥的瘦的，肥的瘦的，这个真的好厚，这比我们之前吃的别人家的厚得多。这扒肉是不是像山东那边的耙子肉、把子肉和蹦肉，其实差不多啊。好香，好吃。腻吗？不腻，吃到嘴里面全是肉味，口感醇厚。它为啥和山东的把子肉和蹦肉很像？我看过一个美食作家之前讲过，东北这边的扒肉其实也是在好多年前闯关东的时候，山东人带过来的那种把子肉和蹦肉的做法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演变来的。其实所以说就差不多嘛。它虽然这块肉很厚，上面肥肉也很多，但是肥肉一点都不腻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肥而不腻。就是把这个肥肉的油逼出来，然后让它渗透到这个瘦肉里头，所以说整个肉都非常香。他家的扒肉好吃，除了肉好之外啊，一定是它的调料也非常的好，还有他们制作的工艺和手艺比较好。这人家调料和配方什么都是祖传下来的，咱们也不知道，咱们吃到嘴里之后只觉得这个肉非常的香，特别的好吃就行了。看这大肘子，哎呦，这个颜色比较深啊，来我先撕开啊。东北的肘子统一做法都就是特别脱骨。对，咱们说的扒都是把它做的比较烂，比较脱骨。你看这一整全下来了，然后都是一块一块的肉。你看这骨棒，轻轻一碰就掉下来，因为烀得很烂，这绝对得在3个小时以上。
就有人说可能还骨头糊的烂，可能是高压锅的，但这种肘子是高压锅压完之后就不好吃了，没有这种文火炖出来的好吃。肘子、猪蹄儿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它这个肉皮，好不好全在肉皮上。先看颜色，油亮油亮的。发这个肘子的时候，大家看见了啊，这是一个前肘，前肘子比后肘子大，瘦肉多，肥肉少，然后骨棒还小，吃起来比较过瘾。虽然他们叫武冈扒肉，但是网上评论他们家最出名的是武冈肘子。刚才大姐跟我说先吃肉，然后再吃这个，这是清口的，因为吃那个之后会腻。尝尝这个猪蹄儿，看。这一动它都已经散了，猪皮、猪骨全都脱骨了。大姐，您这猪蹄儿都是早上先烀的吗？对呀。这烀了多长时间？好烂呐！烀了有多少工序呢？我们这一大早专门赶过来，为了吃你家，我昨天晚上连饭都没吃。是吗？对，好吃吗？好吃好吃啊！好多年前看过一个哈尔滨的美食纪录片，就专门拍你家的。我看那时候还采访老太太来着。对对对，那种吗？老太太现在没过来是吧？岁数大了。岁数大了啊！我看那时候采访身体挺好。对，是对。听你说这个都长到87了，是不是？那肉涨价了，那都是鲜肉的。为了吃你家，我这是攒了几年钱才够这一顿饭。开玩笑啊，但是确实挺好吃的这两个。是吧？咱家都从草药。一共就5个菜，是不是？对，咱家啥也不掺。您这开了多长时间了？43年了，这点写了。来点汤，米饭让它更软一点啊。三个汤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你看着没？哎，这个汤就轻一点，颜色深一点。这个猪蹄儿汤是最深的。来吃个猪脚。但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，首先就炖得很烂，因为在东北这边的话，炖肉一定要烀得很烂，才有人爱吃。它这个到嘴里头一抿，然后骨头就要出来的，因为那种的才受欢迎，才有人吃嘛。他家真的获得了好多的荣誉啊，墙上贴满了奖牌啊，还有各种采访的一些见证。猪蹄儿好吃，看着黏得很香啊，但是不是特别的咸。相对这两个肉的话，扒肉是比它俩稍微咸一点。大姐，我这多少钱？啊，对，这扒肉多少钱一块？20。凉菜呢？11。好，一共186是吧？我给你扫微信，哪个地方？我们吃完了，吃不了，打包了，基本上桌桌都打包，因为它那个肘子太大了，桌桌都要肘子。吃不完之后打包回家可以炖菜吃。我们把肘子还有半块猪蹄儿都放在这里面了。刚才那个大姐说了，她门口啊，其实像这种一大早不会来贴条的，但是也会有贴条。你们停车一定要注意啊，或者选这旁边这种就是小区里面或者什么的，然后你临时停一下，你能消停吃个饭，要不然你吃一个饭被罚了200块钱，你也值不当的，对不对？200块钱还吃顿饭的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咱们下期在吃哈尔滨别的东西，想吃啥我还没想好。如果大家有在哈尔滨的或者想来哈尔滨的，你们有想吃的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挖掘这家店，看看他家的菜好不好吃，我们也替你们当个马前卒先走一趟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